在学校是不是不吃饭，瘦成啥样了？春哥，你最近是不是把我拉黑了？没有啊，好端端的我拉黑你干嘛？怎么了？那你为啥不给我发零花钱了？从9月份开始，1分钱都没转过。之前不是说好每个月给我500吗？你哥每个月工资就那么点儿，能给你500已经不错了，别得寸进尺。本来就说好的嘛。你看，最后一次转账是8月27号。不可能啊！9月500，10月500，每一笔都在啊，我怎么可能没转？等等，收款人不是妹妹，是苏婉。我当时加她的时候，还笑过她和小雨的头像，居然一模一样的缘分。现在是一点也笑不出来了，整整5个月，2600块全转给了我上司。哥，你脸色怎么这么白？哦，没事儿，可能之前转错人了，回头补给你。转错人？转给谁啦？一个同事。我吃饱了，先回屋躺会儿。2600块，苏婉全收了，一个字都没说过，连个问号都没发过，这正常吗？这绝对不正常。别太拼了，吃点东西再走。1月份加班到凌晨，他给我点了份夜宵。谁负责的出去？王总，这部分是我。王总，这份方案我最后审核的，没把好关，责任在我。11月份明明是我的锅，他却在会上替我挡了。他该不会以为我在追他吧？每个月定时转500块，这他妈的，真不就像包月吗？唐远，你回老家了？大晚上11点，女领导找男下属聊天，这正常吗？是的，苏主管，初2到家的，好好休息。这4个字我来来回回看了8遍，他到底是客气还是关心？完蛋，我已经没办法用正常心态面对苏婉了。哥，你转我500了。补上了。谢谢哥哥。那之前转错的那个人，钱退给你了吗？还没。那你赶紧找人家要回来啊，2000多呢。所以到底是男同事还是女同事？女的。女同事，你每个月给一个女同事定时转500，前了5个月。我说了是转错了，头像一样。就算转错了，人家为啥不退给你？哥，你该不会是在养？闭嘴，别瞎想。哼，我可告诉你，妈要是知道了这事儿，你敢跟妈说，你以后1分钱零花钱都别想拿到。渣男。我不是渣男，我是蠢男啊！长痛不如短痛，2600相当于我半个月生活费，必须拿回来。苏主管您好，之前有几笔转账是我操作失误，转错了，给您添麻烦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半小时都过去了，是没想好怎么回，还是根本不打算回？苏主管日理万机，他可能在忙，你应该展现绅士风的安静等待。等个屁！2600，那是你多少碗兰州拉面多加肉那种，他肯定是想赖账。快，再发一条！我操，直接打语音，这不按套路出牌啊！喂，苏主管。唐远，你说的操作失误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妹和您微信头像一样，都是橘猫，我把给她的零花钱错转给你了。哦，我知道。什么？那您为什么不说？
我想看你什么时候能发现。苏主管，那这个钱您看？明天上班见面再说。所以他早就知道了，还陪我演了5个月，这到底是什么变态心理游戏？回来了，桌上有你快递年前到的。这猫怎么跟苏婉和唐小雨的头像一模一样？他早就知道了，不仅知道，还算准了我2月份会继续转。他连第6笔都算到了。这女人根本不是人，是操控我人生的黑手。神啊，这女人太可怕了！赐我一道五雷轰顶，劈死我这个闯祸算了。神啊，我开玩笑的。哟，还送杯子呢，一杯子一辈子啊，兄弟。谁送的？有情况啊？我上司送。你上司送的？男的女的？多大？好看不？女的，我就知道，挺好看的。她是我见过的真人里最好看的那一批，高冷、雷厉风行，开会从不笑，但偶尔笑起来，2次都是对着我。你绝对是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还搁这装糊涂呢？别扯了，我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连续5个月给他打电早，早，苏主管。新年过得怎么样？还行，您呢？还行，马克杯收到了。收到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这算是利息。利息，2600的利息就是一个马克杯，那这利率也太低了。苏主管，那个钱，行啊你，唐远，新年第1天就和苏主管同梯共成啊！散会，唐远留一下。哟，唐远，年后第1天就被主管留堂啊，艳福不浅呐。你那2600，我不打算退。苏主管，你听我说完。第1个月转过来的时候，我确实以为你转错了，但你没说，我就想再等等。第2个月又来了，我就确定了。那您为什么不退给我？因为我觉得挺有意思。有意思？我半个月的饭钱，您觉得有意思？你这个人，工作的时候话不多，开会从来不主动发言，但每次交上来的方案是整个部门最细的。你每个月给你妹妹转零花钱，准时稳定，从不漏掉。我就知道你不是话少，你只是没把话说给对的人听。苏主管，我这样吧，你周6陪我参加行业交流会，2600就当你给我的咨询费，保证你只赚不亏。行。唐远，以后零花钱记得转给你妹妹，别再转错了。总觉得他这句话里有一丝淡淡的失落。怎么着，挨批了？没有，聊工作。唐远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苏婉这个人可不简单，你少跟她走太近。谢谢关心。我是好意，你知道他之前在总部是什么级别吗？他可是高管，他哪里是被调下来的？说白了就是被发派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你要是被他利用了，当了炮灰，到时候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不现是我记性坏话，第3桌桌面不光棍难招背。苏婉这个人可是……我要找经理。啊！现在还不是和陈浩撕破脸的时机。陈哥，我手上的复盘报告还没写完，你的写完了吗？行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
本季度重点项目有2个，山河品牌全案重做，城东商业综合体的推广方案。山河项目给陈浩带，收到。城东综合体给唐远。苏主管，城东这个项目我去年做过前期调研，我对情况更熟。这种大项目怎么能交给一个新人？调查报告我看过了，不够细。那我可以再补啊，多给我3天时间。唐远来做，还有问题吗？现在年轻人上位就是快，也不知道靠的什么见不得人的本事。利润丰厚，以前这种大项目苏婉都是给陈浩的，今天他当众把项目给了我，陈浩不疯才怪。老陈，少说2句。我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城东那个盘子多大，那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接的，别到时候搞砸了连累整个部门。陈哥，有空担心我，不如多核对一下山河的数据。我记得去年那个案子转化率误差可不小。放屁！你知道什么？我只知道你再有事没事找茬，你连山河这个项目都没得做。还不走？城东的资料再看看，前期梳理必须做扎实。别太晚。好。周6的事别忘了。不会忘。但这个杯子提醒我，一切都是真的。明天，周6行业交流会，等待我的到底是什么？这套双11打折买的西装，裤脚有点长，只能自己动手别一下了，真是不习惯。她今天居然穿了裙子，而且还是第一次见她烫了头发，和平时那个穿职业套装的冰山上司完全不一样。还来得及，跟我走。啊？去哪儿？别管，跟我走就是。保时捷911，这车我只在杂志上见过。上车。这家店连标价都没有，要么是天价，要么就是只有熟人介绍才能来。苏小姐来了，有阵子没见您了。上次那套藏青色的穿着还合身吗？很好，给她挑一套今晚能穿的，快一点。明白，请这位先生先随我来量一下尺寸。其实随便一套也不用这么麻烦。苏小姐带来的人怎么能随便？不行，太老气，换一套。颜色太沉，压你气质。试试这套。别动。太近了，心跳怎么这么快？这套衬你。谢谢。苏总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现在还不是你该问的时候。明白了。唐远，不管我是什么人，你今晚只需要记住一件事，就是你是站在我身边的人。
苏主管，好久不见啊！哎呀，苏总，您今天真漂亮。谢谢，您客气了。累。那您干嘛来？有个人我必须露面让他看见。谁？等下不管发生什么，你别说话。好。小婉回来了，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你爸最近身体怎么样？还好，谢谢周叔关心。这是我同事。小婉啊，你爸的事儿，我可是一直挂在心上。上次跟你提过的那个股份转让方案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还在考虑。别考虑太久，这商场如战场，时间不等人啊，年轻人。他是谁？周建国，行业协会的副会长，以前是我爸的合伙人。以前？后来，他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把我爸的股份吃掉了，逼得他急火攻心。现在还没醒过来。所以您来这个交流会，让他知道我苏婉还在，只要我还在一点，他吞下去的那些带血的馒头，就绝对别想咽得痛快。我要让他不舒服，我要让他天天如芒在背。原来他不只是那个严厉高冷的部门主管，他身上背负着这么沉重的东西。这就是我们上季度的经典案例复盘。通过精准的客群画像分析，我们实现了转化率20%的提升。小婉，案例做的是不错，不过你现在待在分公司这个破平台，格局未免也太小了点儿。够用就行。哼，你爸当年可不是这个格局。我爸当年的格局再大，不也叫人连根拔了？走了。谢谢你陪我来。我什么都没做。你站在那儿就够了，一个人去显得太孤单了。走吧，请你吃饭。唐远，你在公司待了1年半，存了多少钱3万多一点。够不够首付？首付，在这个城市买房的首付，差一个0。你有没有想过跳槽？想过，但没找到合适的。如果我给你推荐一个呢？城东综合体的甲方远洋地产，他们在招策划总监，年薪是你现在的5倍。5倍，我现在税前9000，5倍就是4万5，这绝对是巨款。3年以上经验，有大型项目案例。如果城东综合体做得好，就是现成的案例。所以，城东综合体给我，不只是因为工作分配。工作分配当然是一个原因，另一个原因我也说了，你方案做得最细。还有第3个原因吗？这个答案要交给以后的时间了。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就因为那2600块的乌龙？那2600不用退了。你确定？这可是你10几天工资呢。今天您请我吃饭，又教我这么多，算扯平了。行，扯平了。这是我第3次看他笑，我好像确实没搞清楚状况，但现在我想搞清楚。
哟，周末辛苦了啊！陈哥，什么意思？听说你跟苏主管一起去了行业交流会，还一起去吃了浪漫的日料。工作安排。哦，工作安排。航远，我在这个部门3年了，可从没被苏主管单独带出去过。你来1年半就有这特殊待遇，真让我佩服。这里面的水深得很呐，大家说是不是？陈哥，有话直说，别在这阴阳怪气。直说。好啊，你是不是跟苏婉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？靠出卖男色上位，城东综合体那么大的项目才落到你头上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们2个人。唐远、陈浩，进来。你刚才说什么不正当的关系？苏主管，我就是觉得不太公平。城东综合体那么大的项目，给了一个来了1年半的新人，周末又单独带他出去应酬。第一，城东综合体的分配是我根据能力评估做出的决定，分配依据在邮件里写的清清楚楚。第二，你说的不正当关系，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的话，这种话在职场上说出来叫什么你知道吗？叫诽谤。而且诽谤的不只是唐远，还有我。如果你再散布这种毫无根据的谣言，我会直接让人事部和法务部介入处理。苏主管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回去把山河的方案重改。上次提案的数据有3处致命错误，周3之前交给我。出去。苏主管，我先出去了。以后他再说什么不用理。嗯。城东综合体出版方案什么时候能出？这周5之前。好，去忙吧。唐哥，陈浩刚才在茶水间打电话骂了你好几分钟，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。随他。不是啊，唐哥，他说要去找王总告状。告什么？告苏主管偏袒你，说要让高层查你们的关系。唐哥，你们平时多注意点啊！陈浩这人阴得很，急了眼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本来只是一个转错了的零花钱，怎么搞成这样了？事情似乎正在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赵磊。哥，我要报个雅思班，5000块，你能赞助一半吗？行。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这次必须看准了再转。你头像怎么跟我领导一模一样？真的假的？我这个头像是在 B 站一个画师那儿买的定制款，全网就2份，画师1份，我1份。全网就2份，那另一份在苏婉那里。画师叫什么？叫晚安橘猫。怎么了？等下我还有事儿，晚些和你说。第5个案例，一位广告公司的策划主管，业余时间给人画定制头像，网名晚安橘猫。苏婉就是晚安橘猫，她给小雨画了一只，给自己留了一只。所以从一开始，唐小雨就是她的客户，那她岂不是早就知道我是谁？如果她早就认识唐小雨，那一切还是巧合吗？
1年半前，我根本不认识苏婉，可她却推了我入职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局？我在这场局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？又是明天再说。哟，唐远，正好。唐远啊，正好有个事儿想跟你确认一下。什么事儿，赵姐？我们在核查去年的内推奖金发放情况，发现你入职时的内推人一栏写的是苏婉主管，但苏主管当时还在总部，按理说他不应该认识你才对。你们之前是认识的吗？对呀，唐远，你们到底认不认识？你这内定的身份藏得挺深啊。不认识。我投简历的时候确实走的是网申，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变成了内推通道。好的，那可能是系统后台自动分配的，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，不一定是本人操作的。那就没事了，谢谢配合。你不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吗？陈哥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苏婉1年前调到我们部门来之前，在总部是什么位置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总部策划中心副主任，管100多号人。他被调下来，名义上是支援分公司，实际上是被上面排挤出来的丧家之犬。所以，他现在在我们部门就是在蛰伏。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目的的，包括把你提拔上来。包括把城东综合体这么大的项目交给你，包括对你好。你觉得他对我好是有目的的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被人当枪使，还在这感恩戴德，别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他对我好，真的是在利用我吗？唐远，进来。坐。你昨晚问我的事，现在回答你。你的简历确实是我推进去的。为什么？我们之前根本不认识。是不认识，但你妹妹认识我。晚安，老师，我哥真棒，他做广告策划简直是拼命三郎，特别靠谱实在，就是嘴太笨了。2年前他在网上找我画头像，聊着聊着发现他亲哥在找工作，正好公司在招人，所以你就推了我。我看了你的作品集，你以前做过的那个 VI 茶饮全案非常好，比我面试过的大部分人都好。追根究底的说，那你推我进来，到底是因为我的能力，还是因为唐小雨？因为你的能力。那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？不觉得这很像精心安排吗？
你说的对，是精心安排，但不是对你，是对我自己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从总部被赶下来的时候，身边全都是周建国的眼线。我需要一个背景干净、绝对信得过的人在手边。你妹妹整天夸他哥多靠谱、多死心眼，我信了。你就凭我妹妹的几句话，这算不算在利用我？我是在培养你，也是在保护我自己。城东综合体是你自己挣来的，不是安排。那2600块钱的零花钱呢？也是你试探我的一部分。那2600是意外，那个我知道你是真的转错。那你为什么要收下？还故意不退给我？因为那是你给你妹妹的零花钱。我家里没有兄弟姐妹，我爸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公司里每个人都盯着我，看我什么时候撑不住，什么时候出错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那种不用开口要，也不用证明自己值得，就会有人记得你的感觉了。唐远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那种每个月准时不忘的、理所当然的、不需要任何回报的关系。原来，在这副冰冷的铠甲之下，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寒冬里硬扛。苏婉，那2600不用还了。就当是我这个背景干净、死心眼的人，请你吃过几顿饭。他刚才的话没说完，但我听懂了。他缺的不是钱，他缺的是那种被惦记的感觉。苏主管，以后如果你想的话，零花钱我可以继续转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在向你的上司表示？知道，我是在向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人表示，如果他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共用一个妹妹的零花钱额度。我不要零花钱。那要什么？我要城东综合体的方案，明天之前给我。明白。苏婉，你可以多笑笑，你笑起来很好看。往后的很多年，我都会想起这个画面。就是在这一刻，我终于想清楚了自己要什么。方案写的不错，下周一甲方来2个人，一个是他们的策划总监赵明远，一个是营销副总裁。赵明远这个人喜欢抠细节，你把数据模型准备好。明白。周末别通宵加班。好。远哥，你觉不觉得咱们苏主管最近对你有点过分温柔了？这空气里怎么一股恋爱的酸臭味啊？少废话，帮我核对一下第2版的转化率数据。
我一定要赢！我要在周一的提案上给他一个最完美的答卷。怎么感觉这个背影很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？这是周建国，远洋地产股东，也是那个用手段吃掉我父亲股份的人。小婉，不介意我也来听听吧？正好城东综合体的项目我也参了一股。欢迎，请坐。唐先生，对吧？你这个策略里有一条社区联动计划，数据预估转化率是12%，你这个数字怎么来的？这个数据基于3个参考案例。我知道是参考，我问的是参考案例里有没有规模和城东综合体完全匹配？规模上有10%左右的偏差。那这个12%就不准，严格来说是不科学的。周总说的对，12%是初步模型结果，实际执行中我们会做分阶段验证。方案第23页有详细的调整机制，如果周总翻到那一页。小婉啊，我不是在挑刺，我是真心觉得这种级别的项目，你们这个团队可能还需要再成熟一点。我们团队确实年轻，但年轻的好处是不会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。方案我们收下，内部再讨论一轮。苏主管、唐先生，辛苦了。你今天表现不错，还是被周建国挑了一个漏洞。转化率社会的数据确实不够完美，不算漏洞，算角度问题。他堂堂一个行业副会长，怎么可能真的在意12%还是10%？那他带着成见来听我们的提案，是为了什么？他是来看我的。看你什么？看我在这个分公司过得好不好。过得越好，他越不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这里的业绩越好，我回总部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他要回总部，回总部拿回属于他的一切，才是他蛰伏在这里的唯一目的。可是，那我呢？如果他回了总部，我怎么办？你帮我拿个鸡蛋。又怎么了？最近话越来越少了，是不是跟你那个女上司有关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前天半夜说梦话，叫了一声苏主管。以后睡觉一定要捂嘴。说说呗，什么情况？每一件事单独拿出来都有合理解释，但连在一起看，总觉得少了一块关键频谱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他对你好不好？算好。那他对别人好不好？一般。那不就得了？一个人对你比对别人好，要么是他有求于你，要么是他在乎你。你觉得他有什么事需要求你的？城东综合体算吗？那是他给你的机会，不是他求你。再想想。那就是第二种，他在乎你。王总找我，邮件没说什么事儿。王总，好，我帮你问问。例行谈话，我一个底层的策划跟高高在上的副总裁例行谈什么话？这4个字，在职场里往往是最危险的信号。进。王总，您找我，坐。
唐远是吧？来公司1年半了。是的，王总。城东综合体的方案做得不错，我看了。谢谢王总夸奖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不过今天找你不是聊这个，有个情况想了解一下。您说。有人反映你和苏婉主管存在超出正常同事关系的交往，你怎么看？这不是事实。苏主管带我参加行业交流会是正常的工作安排。上季度他带的是市场部的流体，城东项目的分配也有部门邮件记录，依据的是能力评估。至于私下交往，没有。唐远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实话实说。苏婉有没有跟你提过他要回总部的事？他只说过一句回总部的可能性，但没说具体的事。总部确实在考虑调他回去。他在分公司待了1年，业绩有目共睹。上面的意思是最快下季度调动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很大。他走了以后，研发2部需要新的主管，上面有2个候选人，一个是陈浩，一个是你。王总，我的资历不是唯一标准，能力、业绩、项目经验这些都看，但有一个绝对的前提，你和苏婉之间必须是干净的。如果有任何利益输送或者私人关系影响了工作分配，不光你没戏，苏婉的调动也会受影响。我明白了。好，该怎么做你自己掂量。我今天的话就当没说，但你记在心里。王林今天找我，根本不是什么例行谈话，他是在给我划线。他用提拔做诱饵，让我和苏婉划清界限，同时也在告诉我一件事：苏婉真的要走了。还在？在改城东的数据模型。下午，王总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你要回总部了。他还说了什么？他说你走之后，我和陈浩是接替你主管位置的候选人。还有呢，以王林的性格，他不可能只拿糖来喂你，一定还背了棍吧？他还说，如果我想接手主管并且不影响你的调动，我和你之间必须是干净的。唐远，你觉得我们之间是干净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但我知道一件事，如果我回总部，不是如果，大概率就是下季度我会推荐你接手研发2部。可是王总的话，陈浩也不会同意的。陈浩同不同意根本不重要，他就是个废物。王林同意就行。唐渊，你听好，我推荐你，不是因为你送了我5个月零花钱，也不是因为唐小雨是我画的头像，而是因为你的方案确实是全公司最好的。王林今天的态度，摆明了是在抓把柄。他在试探你，你只要保持现在的状态，把城东综合体的项目实打实的做出来，用成绩堵住他们的嘴，其他的不用管。那你呢？什么我呢？你回总部以后，我还会不会见到你？我还能不能给你转零花钱？这2个问题都太蠢了。你回总部以后，周建国怎么办？回总部就是为了对付他。今天太晚了，走吧。唐远，那个马克杯你还在用吗？在用。别摔了。胸口不知道为什么有点难受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还没来得及搞清楚就要失去。接下来的2周，一切都会在加速。城东综合体的方案，我和苏婉改了4个通宵，而陈浩的山河项目却被客户当面摔了回票。凌晨3点，有人用我的电脑。但那个时候，我在出租屋睡觉。方案泄露了。什么情况 ？IT 小周查了日记，凌晨3点，有人在我的工位上登了我的账号，打开了方文件夹，而且有外界 U 盘的拔查记录。小周，把唐远电脑周边的监控调出来。苏主管，走廊的监控3天前坏了，一直没修。你怀疑谁？没有证据，不好说。那我直说，陈浩。
如果方案泄露给了竞争公司，城东综合体我们就彻底丢了，你几个月的努力全白费了。我现在就是找他当面对质。冷静，在没有证据之前，绝不能打草惊蛇。陈浩敢这么做，肯定早就想好退路了。那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他把我们的方案拿去卖。你先把方案关键部分改掉，核心数据换一组，策略框架调整一版。改了再给甲方的话，之前跟赵明远对好的细节全要重推，时间根本不够。那也比让别人拿着我们的心血去竞标好。唐远，我知道这很难，但我相信你做得到。好，我今晚通宵，不，我这2天不睡了，我一定会拿出一版全新的。不是推倒重来，而是在框架不变的前提下，换掉所有的数据支撑和执行路径，等于给相同的骨架换上截然不同的肌肉。只要我赶得出来，到时候谁抄谁一目了然。改好了，所有的核心数据全部替换，策略路径也做了调整。辛苦了，你去休息一下。我不累。竞标名单出来了吗？刚刚收到的，城东综合体的竞标名单上多了一家公司。瑞达。瑞达广告的策划总监叫马成，这个人以前在我们公司待过半年。他和陈浩认识？不仅认识，关系还非常好，简直是穿一条裤子的兄弟。果然是他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如果马成拿着我们的旧版方案去竞标，一上场就会发现跟我们的中版完全不一样。没错，到时候谁抄谁一目了然。不过这还不够。赵总您好，我是苏婉，竞标的事我有些话想当面跟您说，方便的话今天下午见一面。好的，下午3点，远洋地产见。我们不仅要在台上赢，还要把他们的退路提前堵死。赵总，瑞达广告是最近才加入竞标的吧？没错，上周刚递交的意向书。怎么了？他们的方案您看过了吗？还没有，下周一正式提交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赵总，这是我们方案的2个版本，旧版是2周前的初稿，新版是昨天定稿的中版。您可以看到，核心策略做了重大调整，调整幅度确实不小。马上就要竞标了，为什么突然改这么多？我们发现了内部数据异常，证据在这儿。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旧版方案被泄露了，有人在凌晨3点在我同事的电脑上窃取了旧版文件，而瑞达的策划总监马成恰好是我们那个内鬼的好兄弟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瑞达广告下周一提交的方案和我们的旧版高度雷同，那绝对不是巧合。苏主管，这是很严重的指控，如果没有确凿证据，随意污蔑同行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今天来不是让您立刻做判断，是请您到时候多看一眼。你想怎么做？将计就计，请赵总照常举行竞标会。我倒要看看瑞达拿着我们的方案能玩出什么花样。竞标里面坐着赵明远、法务、营销副总，还有行业巨头周建国。瑞达抽到了第1，我们第2。看看，这是瑞达正在汇报的提案 PPT。方案被剽窃了，结构和核心数据完全照搬。我旧版里有个渗透率，打字的时候没注意，写成了参透率。你看这里，他们也是参透率。铁证如山，马成这头猪连看都不看就直接照抄，陈浩找的真是个好队友。哟，这不是研发2部的精英吗？准备好上去丢人了吗？哼，你紧张吗？不紧张。我有点紧张。苏主管，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，叫我苏婉。苏婉，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，你手里的这份方案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一版，绝不会输。那就够了，进去吧，让他们看看真正的策划。各位领导好，下面由我汇报城东综合体提案。
核心在于社区联动的重塑。讲得很好，真的很好。没给咱们研发2部丢脸吧？刚才赵总连环逼问运营成本的时候，我后背全是汗。现在我们出去等结果。苏婉，你选人的眼光比你爸强。周叔，你今天在会上为什么一个字都不说？没什么好说的，方案确实是好的，仅此而已。仅此而已。不过小婉，听说你要回总部了，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？总部的风浪可不是分公司这种小打小闹能比的，别到时候重蹈覆辙，那就太难看了。准备的好不好，周叔以后自然会知道，不劳您费心。哼。走吧。走吧。汤哥，你说这都下午3点了，远航那边怎么还没信儿？不会是黄了吧？别急，该来的总会来。赵总您好。赵总您好。苏主管，恭喜啊！城东综合体项目经过集团高层的一致投票，最终由你们团队中标。谢谢赵总。还有个事儿，你们旧版方案和瑞达广告的提案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这事我们内部讨论了一下，已经把瑞德拉黑了，建议你们也查一查，做法律程序。明白，谢谢赵总提醒。中。堂哥牛逼！堂哥太强了！赵明远在电话里还说了一件事，瑞达因为涉嫌抄袭被拉黑了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在海中无影不踪。陈浩，坐。陈浩，这是上周五凌晨2点14分的监控截图图，这是你工位电脑的 U 盘插入记录，你怎么解释？巧合，这都是巧合。我那天晚上只是回来拿落下的车钥匙。参透率3个字一模一样，也是巧合。陈浩，拿车钥匙需要登录唐远的电脑，输入他的生日密码，再拷走10几个 G 的工程文件吗？
是我干的，又怎么样？我在这个破部门待了3年，整整3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他唐远算个什么东西？来了1年就能当主管，凭什么他能拿走最大的项目，把我踩在脚底下？苏婉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的猫腻，你凭什么护着他？还不是凭你跟他天天晚上在办公室里关着门干一些见不得人。陈浩，住口！陈浩，你被解雇了。王总，即日生效。现在立刻回工位收拾你的东西，给我滚出这栋大楼！法务部接下来会起诉你侵犯商业机密，等着收律师函吧。你赢了，但你不会走太远。这件事处理到此为止。唐远，城东综合体好好做。苏婉，你的调令下周下来。好的。唐远，我离开之后，你推荐我当主管的事儿，王总已经跟我透过。不是说这个，那说什么？你那5个月的零花钱，我一直没退给你。不是说扯平了吗？那个橘猫马克杯，杯子只是利息，本金我一直留着，2600，一分不少。你一直没花？没有，想退给您来着，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。为什么需要理由？因为退了，这件事就真的结束了。苏婉，这钱不用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才想了一下，如果没有那5笔转账，我可能永远不会跟你说超过20句话。所以这2600是我这辈子花的最值的一次。我也觉得值。研发2部交给你，我放心。那你在总部？我有事做，周建国的那些手段是时候一个个拆了。一个人？不是一个人，我在分公司找到了一个信得过的人，以后有事随时找我。零花钱转了我会收，不退。苏主管保重，苏主管保重，苏主管保重，保重。后来都慢慢好了，苏婉，只是想起你还会酸一点。原来平凡这一生少了谁，我想说，也还能这个给你。一点点把自己抱紧。唐远，加油！唐哥，你这是猫主题办公？对，猫主题。1个多月以前，我还在为2600块钱犯愁。不客气，这算是利息。利息？2600的利息就是一个马克杯，那这利率也太低了。现在他走了，留给我一个主管位置，一个画框。那您为什么不退给我？因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你周6陪我参加行业交流会，2600就当你给我的咨询费，保证你只赚不亏。唐远，以后零花钱记得转给你妹妹，别再转错了。和一个我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什么。接手部门第1周比预想更难，
陈浩留下的山河项目是烂摊子，客户威胁换供应商，我今天连开4回，一口热饭都没吃上。这个欢迎怎么看都像下战书。总部怎么样？还在适应。你那边呢？山河客户快跑了，赵磊技术行，但搞不定客户。让他先做食品分析，亮点不在创意，在数据差异化。我留了竞品数据库，在共享盘地盘第3层。你什么时候做的？去年刚来分公司，闲着没事做的。闲着没事就做出战略级数据库。他被赶出总部那年，到底有多孤独？我能处理，睡吧。能处理，就是他正在孤军奋战，我也得加把劲儿。汤哥，第一批社区联动活动的数据出来了，炸了，简直炸了！转化率14.7%，比你方案里写的12%还高，做得漂亮。汤远，有件事想跟你说。喂，我在总部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，周建国开始行动了。怎么了？他在推一个并购案，想利用资本运作，把你们分公司的侧业务线彻底剥离，并入他控股的一家新公司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如果这个并购案在总部高层会上通过，你们整个研发2部将会被就地解散重组，分公司将彻底失去策划的独立权。王总知道这件事吗？王林现在立场不明，周建国手眼通天，王林面临巨大施压，不可能为了一个部门去跟周建国死磕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把部门吞了？唐远，听我说，你做好你的事，城东综合体的业绩越漂亮，分公司的独立价值就越高，总部就不可能轻易同意并购。只要你把业绩扛住，剩下的我在总部想办法。既然没有退路，那就把事情做到极致。想吞掉研发2部，那就得看看周建国的牙口够不够硬。各位，第2批联动活动的数据已经全面跑出。在过去的1个月里，我们优化了32个触点，最终实现的综合转化率是19.3%。我做这行17年，见过的策划团队没有100也有80，但我今天必须把话放在这里，唐远这个团队是我见过最扎实的，没有之一。新发型，总部的节奏太快，长发打理起来太麻烦。很好看。总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？周建国知道你在对付他了吗？当然知道，他一直知道，但总部的关系错综复杂，他在行业协会的影响力很大，想动他需要一步步来。他不确定我手里到底捏着什么牌。那你手里有什么？一些东西，但还不够，还差一个最关键的。什么关键？你相信我吗？信。那就别问了，到时候你会知道。唐远，这半年你变了很多。哪里变了？说话多了。
以前在苏婉面前，1年半只说了17句，现在一顿饭就能说17句。你也变了。哪里变了？你以前从来不会跟我说你相信我们这种话。确实有一件事，周建国那件事需要你帮忙。周建国在远洋地产的投资有问题，周建国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了一笔资金。这是赵明远查到了一些线索，但赵明远不敢直接捅上去，因为周建国在董事会有人。你是怎么拿到这个？赵明远信任你，你在城东综合体的过程和赵明远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关系。等一下，所以这是赵明远给我的？赵明远希望是一个跟周建国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人出面捅破这件事，他不想被认为是内斗。但我……你是乙方。在执行城东综合体的过程中，偶然发现了甲方内部的财务异常，出于职业操守向相关部门反映，合情合理。唐远，这件事的风险很大，如果周建国知道是你举报的，以他的手段，你可能会面临行业封杀，甚至人身威胁。但回报也有，如果他倒了，远洋地产的新管理层会记住你，城东综合体的后续2期、3期全都是你的。我不是在乎那个，那你在乎什么？如果被别人发现是你一直在背后策划的，你会面临什么样的反扑？不会，我在这条线上已经走了2年，从我被他陷害挤出总部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在准备，每一步我都做得很干净。他这2年在这个分公司从来不是认命的下方，而是在黑暗中隐忍布局。唐远，你可以选择不帮，这事儿本来就跟你没关系，没必要把你拉进这趟浑水里。什么叫没关系？你花了2年给那个人挖坑，我花了5个月给你转零花钱，我们的关系从第一笔转账开始就说不清了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总部下周还有个重要的会，必须赶回去准备。我帮你叫个车。唐远，你最近还有给你妹妹转零花钱吗？每个月500，准时转。确定没转错？现在每次转账我都核对3遍。那就好，毕竟全网就3份的橘猫头像，转错了可就收不回来了。拿起那份文件的那一刻，我就从一个普通的广告策划变成了这盘棋的一枚棋子。但苏婉不是在利用我，利用你的人不会给你选择权，但苏婉给。唐远，我把话说在前头，这份资料是以我个人身份给你的，跟远洋地产的官方立场无关。明白？周建国通过一家叫锦宏的空壳公司，在城东综合体的施工采购环节做了2000多万的高价采购，这笔钱有一部分流回了周建国私人的账户。证据确凿，财务数据没问题，但要走检举流程的话，需要向行业协会监管委员会提交。那走司法可以，但需要一个实名举报人。远洋内部的人谁都不想当这个出头鸟，周建国根基太深，一旦没扳倒他，出头的人必死无疑。所以你们找外人，你是最合适的。你在城东综合体的执行过程中有合理的发现路径，我可以配合你提供采购合同和付款凭证。但举报信上签名要是你的。赵总，我想问个私人问题，你为什么要搞周建国？5年前周建国把苏婉父亲赶出公司的时候，我当时刚入职，苏婉他爸是我的面试官，是我见过的这个行业里少数真正干净的人，所以是报恩。算是吧。唐远，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我不勉强，但你要知道，如果不做，周建国迟早会把分公司吞了。他现在搁置了并购案，不代表放弃了，等城东综合体的热度过去，他还会再来。我很清楚，这从来不是一个选不选的问题，是一个早做还是晚做的问题。我做。好，我这边去准备最核心的材料原件，你那边起草举报信，咱们分头行动，1周之后同时递交。
注意安全，这4个字的分量，比千言万语都重得多。唐远先生，是，请问我是周建国的秘书，周总想请您吃个饭，方便的话，明天中午。什么事儿？周总说想和您交流一下。周建国的秘书找我了。不要去。为什么？他一定是听到风声了，他想单独见你，要么是威逼施压，要么是砸钱收买。不管哪种，你绝对不能见他，因为一旦见了面，他就可以向监管部门说你们私下里协商过或者存在勒索，到时候他不仅能把水搅浑，还能倒打一耙。好，如果他再打电话来，我该怎么说？不回避也不妥协，你告诉他的秘书，有事可以通过律师沟通，没必要私下接触。明白。婉婉，我接个电话，一会儿打给你。唐先生，挂电话可不是聪明人的做法，周总是带着诚意来的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回去转告周建国，我跟他没什么好交流的。如果觉得有问题，可以通过律师和我沟通。监管部门正式下达回函，立案调查。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知道。你举报了行业协会副会长的关联交易，那是周建国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他可能倒台，也意味着我可能被报复。你胆子可真大，是苏婉在背后指使你的。王总，您不该这么问，您该问的是，我递交的那些关联交易的证据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属实，我看过了，那份材料铁证如山，那就不需要问别的了。既然证据确凿，我不过是做了一个人该做的事。唐远，你比我年轻的时候有种。5年了，那个时候，苏婉的父亲苏志远被周建国用肮脏的手段挤出公司。那个时候，我是想说话的，但我怕了，退缩了。我眼睁睁看着一个真正干净的人被踢出局。现在说也不晚。好，唐远，我来配合你。王总，分公司这边的材料我会连夜整理好交给总部。周建国这些年手伸的有多长，我心里有数。这一次绝不能让他再翻身。谢谢王总。唐远，自己小心，周建国那只老狐狸不会坐以待毙的。唐远，下班了，你来干什么？帮周总给你带个话。周总说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，你把举报撤了，他既往不咎。不仅如此，城东综合体的2期、3期全案都可以给你做，价格你开。唐远，那可是几千万的单子，你这辈子都花不完。你替他当说客，我是欠他一个人情，顺便也想劝劝你。唐远，我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，你一个小策划，没背景没靠山，跟周建国斗，你确定斗得过？拿着钱升职加薪不好吗？顺便告诉周建国，举报不会撤。如果他还想找人来传话，下次别派你这种狗腿子，直接找我的律师。行，唐远，你清高，你了不起。但你知不知道，苏婉的爸爸苏志远当年就是你这样的人，什么都敢，什么都直，以为自己能改变规则，最后呢，被人搞得连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大门都进不去，身败名裂。然后没有然后，我就是提醒你一下，哼，别落得跟他一样的下场，你好自为之吧。
周建国前几天派人来了。谁？他派了什么人过去？有没有动手？你有没有受伤？你怎么不和我说啊？我自己可以处理的，不想让你担心。既然当时做了，就要承担这些。是马成没动手，就是让我撤回举报。你怎么说的？拒了，让他滚了。唐远，你立刻回来总部。什么？我在总部申请了一个岗位，策划中心高级主管。这个岗位直接向我汇报，调令我明天一早就让人发下去。你买明天的机票，立刻飞过来。你在我的眼皮底下，就不用再待在分公司当他的靶子了。苏婉，我走了，分公司怎么办？城东综合体的2期商标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那是你的心血，怎么办？可以远程协调，我可以再派人过去接手。你知道那不行。临阵换将，项目必死。周建国会趁虚而入，把分公司分得什么都不剩。苏婉，你当初被周建国下放到分公司的时候，四面楚歌，有人让你走，你走了吗？没有。那我也不走。你这个人，你怎么跟你妹妹小雨一样死心眼？唐家人的通病，认准了的事儿，认准了的人，就不会回头了。那你小心，如果真有事，随时打我电话，24小时，记住不要逞强。我还有事没搞清楚，不会有事的。各位同事，今天2件喜事：第一，行业毒瘤被拔除，远洋地产董事局完成改组；第二，我们正式拿下城东综合体2期、3期全案合同，加上1期3个项目营收超过去年全年40%。还有一项人事任命，研发2部主管一职，即日起不再加代理2字。唐远，你转正了。远哥牛逼，远哥威武！唐远，今天的结果，我等了整整2年。从我爸被赶出公司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，总有一天我要亲手把一切拿回来。我一直以为这条路只能我一个人走。谢谢你，唐远，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。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，接下来的路我也会和你一起走下去。等下，你得和你妹妹说一声。说什么？说她有嫂子了。